近日，解放军在沿海周边3大海域军演的事儿，想来大家也都知道的一清二楚。而美军也是从解放军军演当天起，就一直派出军机前往中国军演的区域乱逛。如今，美国对于中国的胁迫更是愈加严重。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的消息，6月3日，美军 RC-135U 再次出现在了中国海域，并且在我国东部海岸线外围到台海北口地区反复盘旋。而这前一天，也就是6月1号当天，这架飞机也来到了中国海域上空，不过和这一次的方向比较不一样，反而是更多的是在黄海上空。说实话，作为美国唯二的电子侦察机 RC-135U 的能力是不用说的，其代表的意义也非常特殊，特别是还有战斗派遣这个外号，因为它主要是为总统、国防领导人、战区指挥等重要人士提供情报工作，所以这架飞机接连进入中国军演的敏感区域，甚至还徘徊不走，这背后究竟代表了什么？首先 RC-135U 这样重大利器都出来了，美军打着什么主意也不用说的。在6月1号，这架飞机在东海、黄海乱转的时候，就有军事分析人士表示，美军此举很有可能是来偷窥解放军演习。其次，根据最近这段时间美军对华不断的小动作来说，这也许是给中国释放危险信号。毕竟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已知的统计数据来看，在5月份的时候，美国 RC-135U 开放信号来中国的次数也不过3次，如今6月才过几天，这架飞机就已经来了2次，还都是敏感区域，这让人想不多想都难。而且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美国很明显对华的胁迫已经愈加严重了。有媒体报道，美国最新军费预算的采购清单显示，美国正在大量削减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大部分导弹采购，而与此同时，美国也在大批量采购太平洋远程作战导弹。很明显，美国已经开始按耐不住了。多年来发战争财的美国，在如今岌岌可危的时候，想再起一次战争是很有可能的事情。毕竟现在美国各个方面都很乱，不管是外部盟友还是内部去美元化，实在是内部争权都难以消停。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却一直在冉冉升起，美国可不就心里不平衡了？而针对中国更有长年以来的政治正确，在联系如今情况，中美关系已然进入了关键时刻，保证美国不会狗急跳墙对中国开战。而且就算美国不想或者说不敢赌上国运，但是挑起对华的区域冲突还是很有可能的。所以对于这种情况，解放军应该早做准备，随时准备应对美国的一切手段。6月3号，印媒电线报在当天转载了一篇印度专家撰写的名为《中国对印度造成的威胁并非来自于边境冲突》一文。在文章中，印度专家承认，中印之间的差距是很多印度军方从未意识到的。在此前的拉达克冲突中，印度不论是战术还是战略，都是一场彻底的闹剧和失败。该专家认为，整个局势的升温其实早在2019年就已经奠定。当时印度总理莫迪刚刚连任，就急匆匆地颁布法令，无视印度、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地区的纠葛利益，妄图通过武力威胁的方式强行夺回早就被无数势力插手干预的敏感地区。这一行为直接导致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小规模冲突，而后设立的所谓拉达克直辖区更是直接将中印的矛盾升级到一个无法调和的地步。作为这一事件的延续，中巴两国最高领导人会晤在这战略、政治、军事上都是十分罕见的，因为这一会晤通常是以两国的部长级人物进行，而此事直接导致了巴基斯坦快速成立了一个名为人工智能与计算机信息化中心的机构。中国对此出力良多，至此印度开始同时面对两国压力。套用孙子兵法的话来说，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这句话用来形容中印双方的对峙发展情况同样适用。印度专家认为，印度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中国和印度的军队是存在信息差的。从事件来看，当印度决定动手并把局势快速推向危险时，印度军方才发现双方的信息是不对等的。中国前线部队早已全面进入了 5G 时代，而印度前线部队直到2021年的3月份才有时间安装 2G 网络。很显然，印度根本不知道对面发生了什么，而解放军却很清楚印度在做什么。印度一直以为战争就是大量士兵带着武器装备在指定的战场上作战，然而解放军却早已摆脱了传统的战争定义，在信息化领域和人工智能领域大展拳脚。导弹、飞机、坦克这些东西印度可以买到，但解放军的信息化作战方式印度是买不到的，也没有哪个国家会卖给印度。
更为讽刺的是，印度军方还一直担心解放军的边防部队实力和火力支援能力，却对具有等级差距的信息战毫无意识。近段时间，美国带领其盟友向中国发起了疯狂的进攻。这次围攻不仅有美国一贯的忠实盟友澳大利亚、日本，还增加了一些罕见的新面孔，如韩国、新加坡等。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国崛起的进程越来越快，美国率领其盟友对中国的遏制打压只会越来越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该如何突破美国的包围圈呢？美国在印太的盟友们就是一个很好的突破点。当前说起挑衅中国最凶的美国盟友，当属澳大利亚，甚至于有些时候比美国挑衅的还厉害。日前，澳大利亚似乎又想要在对抗中国上下狠手。在中澳关系持续恶化的当下，澳大利亚贸易部长最新的一则讲话引起了外界的关注，其扬言要将中国告上世界贸易组织，大有将中澳战火扩大的态势。至于澳大利亚为何做出这样过激的举动，其随后也进行了一番解释。据澳大利亚方面称，这是对中国向澳大利亚葡萄酒征收反倾销税的回击。但是明眼人都知道，这是澳大利亚自找的。澳大利亚一边靠着中国吃饭，一边却卖力地跟随着美国挑衅中国。前有澳大利亚踩上中国红线，后有澳大利亚叫嚣对华战争。面对这样作死的澳大利亚，中国还能无动于衷吗？于是乎，中国就顺理成章地对澳大利亚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制措施，打击力度前所未有。拿葡萄酒来说，中国的反击直接使得澳大利亚10亿规模的葡萄酒业受到影响。当然，这只是冰山一角，在中澳各个合作领域，澳大利亚都遭受到了来自世界最大市场的冷待。某种程度上来说，澳大利亚疯狂挑衅，正好为中国突破包围圈创造了一个契机。当然，这还不是最惨的。在澳大利亚想要将中国告上 WTO 之际，他们却发现了更为残酷的事实。在澳大利亚部分产业被中国市场拒绝后，美国就立马取代澳大利亚填补了这一空白。数据统计资料显示，2021年美国葡萄酒对华出口直接上涨210%。可以说，美国的利益就是建立在澳大利亚沉重代价之上的，背后捅刀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看到这里，就不得不为中国战术喝彩。面对众多国家构建起的包围圈，中国精明的选择从薄弱处下手，并狠狠打击。等到盟友们被中国打击得奄奄一息时，美国同盟友之间脆弱的联盟关系也会随之残酷地显现出来。到那时，不需要中国出手，所谓的对华包围圈就会从内部开始瓦解。根据美国驱动网站报道，近日美国国防部公开了2022财政年的预算，而在这份预算中，人们发现此前被美国海军寄予厚望的2个项目预算被清零了。一个是用于电磁轨道炮的设计与研发，另一个是用于电磁轨道炮弹药的超高音速炮弹，都与美国海军电磁轨道炮项目有关。从这就可以说明，美国海军的电磁炮项目将在明年得不到资金的支持，也就是说，这个项目如今面临着下马的风险。相比于传统炮弹，电磁炮威力大、速度快、发射间隔时间短、发射成本低的优势，并且可以拦截无人机导弹等，可谓是攻防兼备。电磁炮与激光武器、高超音速武器一同被认为是未来武器的发展方向，很受各国的关注。据获悉，美国海军于2005年开始研究电磁轨道炮项目，如今已经有16年了。研发16年的先进武器面临下马，着实让人感到诧异。而从美国海军电磁炮研究进程来看，我们却能发现一些不同寻常之处。在此前1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海军的电磁炮项目属于不温不火的状态，因为发展一直很缓慢，几乎被人给遗忘。但是在近2年，美国海军突然进行了几次舰载电磁炮测试，而且看起来十分成功。与此相反的是，中国在此前舰载电磁炮发展迅猛，但是在2018年，相关报道却突然销声匿迹，很多人怀疑其中有关联。去年4月份，我国官媒就曝光了一个抓捕间谍的画面。据获悉，被抓捕的间谍名叫张建革，是我国的军工专家。由于其被境外势力买通，多年来一直偷偷向境外发送其参与的国家机密项目资料，而官媒指出，这个项目属于国家的尖端武器。后来网友扒出，这个张建革是电磁领域的专家，其参与的项目很可能就是我国的电磁炮项目。这几件事一串联，很多人得出了结论：美国电磁炮项目进展缓慢，但见到中国相关项目进展迅速，于是买通内鬼窃取中国机密，从而使得美国电磁炮获得了技术突破。不过，既然如此，美国海军电磁炮项目怎么如今又面临下马了呢？是窃取中国机密失败了吗？首先，美国电磁炮此前的突破的确可能与张建革被买通有关。
不过我们知道，一般涉及军工泄密往往是重刑，很多人被判处死刑或者是无期徒刑。对于电磁炮这种几十年精力耗资几百亿的项目来说，泄密肯定不能轻饶。而张建革最终判处有期徒刑15年。因此有人认为，虽然此人泄密了，但是电磁炮技术的核心机密还没被完全曝光，比如说马伟明的中压直流技术，所以此人罪不至死。这些核心技术美国人还没有掌握的话，那么电磁炮项目迟早还是会遇到瓶颈。